按照分布的地点区别，风水林主要有村落宅基风水林、坟园墓地风水林、寺院风水林等基本类型。村落宅基风水林渊源于上古时代的社神崇拜。《礼记·焦特生》记载：“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可见社神是土地神，是古代社会里一位非常重要的神祇。他是古代人们的衣食父母。古代人为了捕捉社神的存在，以便祭拜祈祷，用社主做代表的实体，作为社神的依附对象和标志。社神的标识多种多样，或以大树为主称社树，或以丛木为主称社丛，树木便成为社主的标识。早期的社主大都选用丛林中五大三粗、枝繁叶茂的自然树木。社必有树，不同时期不同的社所植树木不同。在长期宗教生活中，社树就具有社神的宗教意义，如福禄、国祚、国运及宗教祖先、故里亲亲等内容。所以把社树当作社的标识，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迁徙的流民，大多受到树木的恩惠和庇护。把树木种植在村边和宅旁，久而久之便成为村寨和居宅的象征。村落宅基风水林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社神或氏族祖宗崇拜的延伸与派生，相信他们的好坏会预卜未来的祸福吉凶。陪护村落居宅风水林，成为封建宗法制度下祖先崇拜的表现，为民间接受仿效。广西、湖南、贵州、苗族地区，在每一村寨中都只有风水林或树，相信这些树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坟园墓地风水林起源于中国早期殷周时期的封树之制。己土为坟，封也；种树以标其处，树也。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记载，冢人是当时管理天子和百姓所葬坟墓政令的官员，要根据官节等级确定坟墓的高低大小和种植的树木。由此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都开始效仿，在祖宗坟地植树。当时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峰下而树少。天子坟高3仞，
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8尺，树以栾，士4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陵墓之端倪。古人为什么要在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就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在墓地植树，除作为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也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以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者在祖宗坟墓四周按照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的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的意义。寺院道观是中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六朝以后，因为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僧侣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行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陪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继承和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古木参天，宗教圣地更显得幽深、庄严肃穆。